结婚让我等，离婚也让我等，是吧？那么再给我2个月的时间。对不起啊，我不会把时间留给你，让你去比较我跟另外一个女人。就今天，你赶紧过来吧，我等你。我们真的走到那一步了吗？时间它可以……不是不给你时间，王宇明，我真的不想每天在这边想你在干嘛，你在哪儿，你跟小韩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跟小韩哪个人在你的心目中最重要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是我相信我们爱过，对，我们也快乐过。我也相信你对我的爱，这都是真的，我真特别相信。但是，在小孩面前，我觉得胜负已经定了吧。行了，我也不要再纠结了，我也不想每天在这边挣扎了。你赶紧来行吗？我真不像我姐，我没那么坚强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赶紧过来行吗？你赶紧过来，我们早点把这事了了行吗？高血压吗？应该没有。那他每年都体检吗？对，每年都体检，但没说有什么问题啊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刚醒。哦，哎，什么问题啊？疲劳过度、脑供血不足、情绪起伏，这些都有可能。我建议啊，还是留院观察一下。你醒了？我不住院。听医生的呗，就1、2天。一凡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包呢？我得让马金给我把钱送过去。哎，老婆，那个，我真是问过了，人派出所说呀，没有人捡到四路派出所。老婆，你别着急啊，好好躺着。你先告诉我，一共有多少钱呀？那袋子谁都没有打开过，谁知道有多少钱啊？那你就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数字，大概10几万吧，今天就得要。算了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不是你能想什么办法？找你姐姐哟。他帮的够多了，你放心，反正不是找你，你也管不着。看你这话说的，那我现在我可能不管你吗？是不是挺后悔的？没有拿到离婚证。不是一凡，咱俩能不能别一张嘴就呛着说话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了。反正打从一开始，你也没怎么担当过。
所以现在我俩也别矫情，这事儿我自己负责，你管好小韩就行了。来。郑鑫，我问你，现在啊，那个公司，现金有多少钱？啊，你这么着，你把那现金啊都给我带上，我要用。陈涛，那天你不跟我说你想着急买辆车吗？啊，我那车你还想要不想要了？我急等着用钱，你要的话呢，车我就给你了。对。要不咱俩今天办一下过户手续，就是急等着用钱嘛。那成，这么着，咱俩过户大厅见。喝点吧，养好了身体才有力气去处理别的事情。怎么处理啊？我连丢了多少钱都不知道。肯定不下10万。真是瞎猜啊！你说你也是，非得这时候折腾。启明那边来电话了，要约你见面了。好，那我打个电话告诉他。哎呀，算了，他们这么一闹，再加上瀚海公司弄出这么一出来，你说今天这例会你也参加不了。哎，没事，你别琢磨了啊，好好养病。怎么办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个黄老大会处理的，那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想办法啊。怎么想办法？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去啊？我卡里啊还有定期，一会儿去解冻一下，10万肯定有的。那个，我吧这些年存了点私房钱，大概能有15万左右，肯定够了。不过啊，谁也不许告诉你嫂子。我也有，一凡姐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谢谢你们。怎么了？这么急啊？哎，回头跟你说，走走走。不是，你要是着急，我就先把钱给你打过来。不是，咱俩先把手续办了，办了之后呢就踏实了啊。对不起啊，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之前我跟你说我丢了10几万的时候，你没说话，中午也没来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吃完饭一个人爬起来洗碗，那时候觉得头特别晕。你在照顾小韩的时候应该没有让他洗过碗吧？要是他跟你说他丢了10万，你一定会跟他说没关系，交给你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反正明天我就要出院了，你也不用照顾我，去照顾小韩去吧。你要在这儿啊，我也好不了，我也不想再晕倒在大街上了。
么大事儿，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没事吧？现在没事儿，这不是有马竞吗？他是你姐，我是你姐。哎呀，姐，你吃醋啦？哎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河马皇说了，启明那个案子推到30号。啊什么啊呀？让你休息一下还不好？就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再出了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这案子你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打的就是心理战。你现在这样去，肯定得吃亏。这河马皇平时看着嘻嘻哈哈的，没想到心还挺细啊哈。行了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去，别杵这儿了。雨明没来啊？姐，你又要开始给他上课了？这什么叫上课啊？这是经验和教训。要是成为再生女，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啊！姐，你能不说这个吗？河马皇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这么着，姐带你出去玩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温泉。那你们家怎么办？小莫交给他爸呀，因为要是没时间的话，就放咱爸那儿。哟，这该看上书了啊？什么书啊？这是？你看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，国内第一本精神病访谈手册，心理学、哲学。哟，您这弄这么多书啊？设计心理学、9型人格，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看这心理学的书了啊？我好奇呗，好奇自己，好奇这个世界，好奇物质世界之外的规律。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觉得以前的你啊，又回来了，这始终是探索。这个呀，也是精神病的一种。对你说的，行，看到你这样啊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过来看我，不耽误工作啊？耽误也得来看你啊。不对啊，我看你这样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吧？开公司嘛，哪儿都没事儿呢。你看书吧，我帮你打点热水去啊。帮我拿点药吧，营养神经的药没有了。行，我让大夫给你开。哎呦，真舒服。你再下来泡会儿。我的直觉是，你跟王玉明这婚离不了。你就那么怕我变成再生女啊？我就是就事论事啊。如果没有小韩这档子事儿，王玉明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俩呢，只要能迈过这个坎儿继续下去，那就是幸福生活。除非你不想再结婚了，想一个人过，但这也不现实，对吧？你也说了，要是没有小韩这事儿，我跟小韩这事儿就已经摆在了，你觉得这坎我能迈过去吗？再加上我跟雨明以前那些事儿，但是小韩这事儿，你有认真的去了解过吗？有没有站在雨明的角度去替他想一想呢？感情可不是非黑即白，很多时候，中间那点灰色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你啊，就是不能放下你那份骄傲，去体会这份灰色。我爸跟我姐给到公司的钱算作入股，比例我已经算好了，不算高。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觉得说得不清楚，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说清楚点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不想签啊？签是能签，可是为什么突然间你让我签这个？你要愿意签就签，你要不愿意签就聊聊还款的事儿。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时候吧，我就没太明白。不用装不明白了吧？要么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？你这是跟我赌气呢吗？行，乙方。乙方。
过下去吗？这个家伙已经经营了10几年了，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以前对于我，李伟是躲着藏着，现在要反过来，我躲着藏着不妨碍他们，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不是还想过下去吗？我真的快要疯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要忍到什么时候。忍不了，那就离。离，你就知道离婚是那么简单的吗？是有8层皮的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是什么呀？恭喜你，正式入股王宇明公司。什么意思？离婚大战啊？姐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，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啊！拿着吧，王宇明都签字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会吧？我以为一凡那天来找你，你们俩和好了呢。和什么好呀？过来找我给签了份合同，要用他爸跟他姐之前给我开公司那钱呢，算是入股。不是吧？他那天找你时候挺高兴的呀。我就觉着呢，他已经做好决定了。不可能，你别那么想啊！一凡不是那种人。你想想啊，他要跟你离婚，他还得想好了分你多少财产，占你公司多少股份。不可能，他说离就离了，还让你签字。哎，你说，你和小韩那事儿让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他如果想回来，他是不是自己得找个台阶啊？你等着吧，我估计他那份啊，他也得让你签字。这女人呐，在情感上没有把握的时候啊，就会装作在物质上要有所需求。我估计这也是一凡自我调整的吧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也看不出来。你看你那样，股份可是让拿走1半了啊，你还能高兴得起来？我就告诉你，那天你没跟我一起回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去找一凡了。正好一凡也来找你，我听说你在他们公司楼下的时候，我特别为你们高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就证明你心里面有一凡，一凡心里面有你，你俩根本就分不开，别乱想。是，道理是那么个道理，可你说，小韩那边我也不可能不管吧？谁让你不管了？管有管的办法。